3年前，也是这个地方。苏总，秦氏集团的发布会还有10分钟开始了，这是关于星空酒系列的资料。我们没有收到秦氏的邀请，我们真的要去吗？去，为什么不去？可秦氏要他……我不去，这场戏怎么开场？来，为了这次星空酒的所有筹备，要感谢各位老板的家里支持。秦总，别来无恙。他怎么来了？感谢各位莅临秦氏星空酒的发布会现场。星空酒凝聚了我们团队3年的心血，终于开启白酒的新篇章。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我们的苏婉女士，特意从海城回来。如今，我们的苏婉女士是投资界点石成金的人物，她的到来让今天变得格外的有意义。秦总客气了。苏婉，这是我们秦氏星空酒的第一杯酒，还请多指教。指教不敢当。香气倒是够浮夸，可惜。苏婉，你这是什么意思？没别的意思。这杯星空酒的基底配方是偷来的，所以，我宣布，晚舟资本从今日起正式启动对陈州酒坊的全意向收购流程。秦总，靠偷来的东西换来的好日子要到头了。苏婉，你为了一个烂在了贫民窟、消失了3年的男人，给我当众撕破脸，值得吗？你以为收购了那个酒坊又能怎么样？值不值得我说了算。陆沉舟是烂了还是死了，都轮不到你来质疑。但是，你猜猜，这3年我查到了多少有趣的消息？苏总，就是这里，胭脂江湖，他每晚都在这里兼职做调酒师。知道了。喝点什么？陆沉舟。苏婉，全国品酒师大赛冠军候选人，如今在这儿调一杯68的莫吉托。这里没有你要的酒。那这个呢？清吧调酒师，有兴趣看看吗？你收购了酒坊？对，我买了。还有，你这个人。你不是喜欢躲吗？不是甘心烂在这儿吗？我偏要把你拉出来，放到太阳底下。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当年那个不战而逃的陆沉舟，现在是什么样子。我要你亲口承认，当年是你自己不战而逃，放弃了比赛，放弃了所有。如果这是你想要的，可以。明天上午9点，到文件的地址报到。你现在是万州资本的特聘调酒顾问。等等，3年前决赛那晚，我原本要为你调的庆功酒
她的名字叫木苏。这个味道，怎么和泼掉的那杯星空？婉姐怎么样？她立刻找一家信得过的第三方实验室，成分分析越详细越好，重点比对秦氏星空的公开风味调试。特别是中后段。这是陆晨舟跟我说，这是他3年前为我调的庆功酒，名字就叫木苏。和秦世瑶今天发布会上的核心概念对上了。你是怀疑陆晨舟当年和秦世瑶他？我不知道，但他今天的话摆明了是在告诉我，他清楚秦世瑶的酒有问题。这个人比我们想象中的藏得还要深。明天他来公司帮我安排一场测试。桌上3杯酒，第1杯是市面上常见的基酒，第2杯是秦氏3年前推出的窖藏经典，第3杯是昨天发布会的星空内部品鉴版。10秒钟，我要你告诉我第3杯的缺陷，以及它和第2杯的关联。第3杯试图用额外的梨香糖浆和少量的橡木片浸出液来模拟5年陈酿的圆润感和木香，但和基底的高粱酒融合较为生硬，这是为了降低成本和快速上市的常用手段。和第2杯的关联呢？第2杯的窖藏风味是时间自然赋予的，虽然用料普通，但整体协调。第3杯更像是在模仿第2杯的风骨，但只模仿了形，没有魂。而且什么？而且什么？第3杯基底里那一点不协调的锐利果酸不是工艺缺陷，是刻意保留的。它本应该被更柔和的花香包裹，但现在包裹它的花香是后来强加的，很突兀。这个锐利果酸很像是某种特定高粱品种在特定发酵阶段产生的标志性风味，一般会被处理掉，除非什么？除非调酒的人想给他一个签名。苏总，实验室那边初步电话反馈。没事儿，说。那杯木苏成分非常复杂，很多风味物质并非市面上常见的添加剂能够合成的，其中一项关键指标和星空的实验分析有高度重叠，但木苏的融合更为自然，更像是完整版。秦总，刚收到消息，苏婉那边今天一早就把陆晨舟叫到他的公司去了，好像还做了品酒测试。陆晨舟，他竟然敢去！看来苏婉是铁了心要跟我们翻旧账了。要不要像3年前那样，再给他点颜色瞧瞧？他妹妹那边不急，苏婉现在正在盯着我们，动作还不能太大。陆晨舟既然选择了露出面儿，那就得让他尝尝重新站在阳光下的代价。去，把陆晨舟在夜市酒吧打工，还有当年比赛前夜的一些精彩的照片，匿名发给咱们几家关系比较好的行业自媒体。标题嘛，就叫做昔日的天才堕落史，背叛师门，或者说连自己女人都罩不住，岂不是更好？明白。那苏婉那边，他不是想玩收购游戏吗？那咱们就让他先后院起火，
等陆晨舟再次被舆论淹死，我看他还怎么用这颗棋子。苏总，出事了！几家自媒体同时发布了陆先生的负面文章，翻旧账说他背叛卖配方，同时还配了他在酒吧打工的照片。哼，秦世瑶动作可真快。陆顾问，舆论说你卖配方，你有什么想说的？3年前我没卖过任何配方给秦世瑶。那星空和木苏的风味为什么几乎一样？比赛前那一晚，秦世瑶请我喝了一杯酒，之后我神志就不清了。只是喝了一杯，那秘方为什么会泄露？还有，你当年为什么不揭发？说话呀！怎么，又想像当年一样，什么也不说就消失了？懦夫！什么？什么？苏总，刚接到消息，之前和我们谈好的2家本地供应商，突然都说暂时无法和我们合作了。泼脏水，断资源，好一个组合拳！你看到了，秦世瑶在逼我放弃你，放弃九方。如果你继续这么懦弱下去，不值得我为了你和他正面开战，那么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我最后给你一点时间想清楚，是继续当个谜，还是拿出点儿能让我信的东西。林薇，你去查一下3年前究竟怎么回事。好。第一步成了，接下来就该给他点真正的压力了。苏婉，你不是要保他吗？我看你能保到几时？苏总，有重要进展。我查到了3年前决赛前夜的医疗记录，陆晨舟当年确实在当晚去过城西的一家医疗诊所，来咨询味觉丧失的紧急处理办法，时间就是在当晚的11点左右。我还通过某种特殊手段拿到陆晨舟当年使用过的那部手机。手机？对，我破译了，核心词只有3个，反复出现：被迫、威胁、妹妹。结合当时的医疗记录，基本上可以确定，当年的事不是一场简单的背叛，他应该是被人拿出了致命的弱点，而那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他的妹妹。那些照片呢？很大概率是伪造的，或者是胁迫下故意拍下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相信他是故意背叛，彻底断绝追他的可能。还有一件事，今天公司邮箱收到一封匿名文件，只有这张照片。疗养院，这是警告。对方知道我们在查什么，用这张照片告诉我们，他妹妹还在他们的掌握之中。2条路，第一，你继续查他妹妹的具体信息，但要更小心，避开明面上的线索。第二，明天我要亲自见他，这次我要的不是他的沉默，是他的选择，是继续当个哑巴保护秘密，还是开口和我一起把幕后的人揪出来。
好，我明白了。那我先去安排。陆晨舟，这是你妹妹，对吗？你怎么知道的3年前决赛前夜，你去诊所问味觉失灵的药，秦世瑶在你的酒里动了手脚，还伪造了那些照片，是不是？是，他都告诉你了。他恨不得我永远蒙在鼓里。是我自己查的，你藏起来的东西。对不起，但是我没有办法。那时候雨眠在 ICU， 佩行刚有眉目，秦世瑶的人就守在病房外面。他说我敢说一个字就让我妹，所以你就让我恨了你3年，一个人烂在这儿，调着20块一杯的酒。秦世瑶是什么人，你比我清楚啊。那现在呢？还打算继续被他捏着软肋吗？那你说，我现在能怎么办？你妹妹的事儿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了，我会让林薇安排最好的医疗和安保，把她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你条件是，你要继续站回调酒台前，不是在这个角落，是在所有人都看得见的地方，把你失去的东西一样全部拿回来。好。秦总，苏婉今天在酒吧见了陆晨舟，给了他1杯酒，两个人好像聊了很久。酒？哼，看来我们苏总是铁了心要捞这艘沉船了。要不要再给陆雨眠那边加点压力？不急，让他们先以为自己安全了，以行业协会的名义给陆晨舟发一封邀请函，邀请他下个月参加行业人才交流会，一定要办得隆重，办得体面。您是想给他搭个高台，他才摔得更响嘛。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烂泥终究是烂泥，一辈子都扶不上墙。陆老弟，听说我们苏总请你出山了，哈，苏总还真是大度啊！如果换的是我可不敢用一个临阵脱逃，连自己女人都护不住的人。不过你猜怎么着？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那款新风系列，用的就是当年你的配方，真不错。哈哈哈哈。秦世瑶，酒可以乱喝，话可不能乱讲。你凭什么说他当初临阵脱逃了？全行业都知道他没有来比赛，怎么着？苏总这是要替他翻案？大家说一说，现在翻那些陈年烂账还有什么意思？有意思，你永远调不出真正的酱香层次，因为你不知道，最关键的第3轮酒胚需要在老窖泥里多藏整整100天。怎么可能是偷来的配方？不可能，绝不可能。秦总，偷来的配方用着还顺手吗？老窖泥多藏100天，真的？真的，那是我父亲笔记里面的绝活儿。手稿上我只写了藏更久，但没有写具体的天数。他偷走的本来就是个半成品。所以这3年，你一直握着能让他现原形的钥匙？是，但我更想知道他今晚为什么这么急着跳出来。
他在逼我，逼我在座谈会上和他硬碰硬。那就碰，让他看看这把钥匙还能不能解开锁。哼！云城的原料虽然解决了，但秦世瑶联合本地经销商全面封杀，我们的酒一瓶也出不去，资金链最多撑2个月。需要我做什么？我要你什么都不做，好好准备座谈会吧。但我会让林薇放出一个消息，就说陈州酒坊因为原料被断，渠道被封，资金链即将断裂，正在寻求低价转让。让秦世瑶以为我们快撑不住了。对，他不是喜欢落井下石吗？我们就给他看一口快枯的井，等他放松警惕，把注意力全部放在怎么在座谈会上羞辱我们时，就是你拿回一切的时候。风险很大。如果其他企业真的以为我们要破产，真正想合作的人是不会在乎表面风声的。哼，怕的也不是我们的盟友。苏总刚得到消息，秦氏的市场部经理正在打听我们仓库的租赁情况，还私下见了我们包装供应商。哼，看，鱼闻到味儿了。林薇，把陈州酒坊资金链断裂、考虑裁员的消息通过可靠渠道无意散出去，要真实。秦总，消息确认了，陈州酒坊那边的资金链好像真的出现了问题。他们之前预付给云城那边的定金几乎掏空了账上所有流动资金，现在本地渠道全断，产品积压在了仓库。听说他们连下个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苏婉呐，苏婉还是太嫩了，他以为抢到了原料就能翻身。哼，让他抢，抢的越多，死的越快。那座谈会的事还要按原计划？当然，不仅要按照原计划，还得加码。他们既然这么能撑，我们就要在所有人的面前把他们最后那点脸面都给他撕干净。你安排一下，让孙有福准备的更充分点，最好能无意的透露出苏婉为了拯救酒坊，逼着陆晨舟配合他作假。明白。那我们要不要趁现在把他们仓库里积压的那批酒？不急不急，等座谈会结束之后，他们彻底的臭了，那批货自然会有人按照废品价的价格帮我们处理掉。现在动手反而显得我们吃相太难看。陆那边对不住啊，秦氏那边打了招呼，你那边地址花瓶实在是不能做了。定金嘛，我退你，但是违约金……哎，理解，赵哥。秦世瑶还让你带什么话没？他让我跟你说，别在座谈会上瞎说话。你妹妹现在最多的能原谅，环境不错，但是阿迪轻便车每天其实挺频繁的。今天盲品10款酒，不公开任何信息。陆先生，开始吧。五行酒，2018年3号教室。风的版本。
再来。沪州酒，2016年，国宝教师群7号教池，用的是川南糯红高粱。第9杯那边。天才啊！可惜白白浪费了3年。今天那款5星酒其实不是3号教池，是5号，但我故意说错了一个，总得让某些人认为我并没有那么厉害，让他们可以继续轻敌。效果达到了，3个小时就有7家经销商找到林薇，主动寻求合作，还有2家媒体想找你做个专访。秦世瑶不会轻易放手的。当然，所以座谈会才是真正的战场，他越慌，漏的破绽就越多。看，鱼已经开始上钩了。天才归来，陆沉舟盲品10款酒全中，技惊4座。谁允许他办的这场品酒会？谁让你这些老东西拍视频的？是几个老师傅私下组的局，没想到他竟偷偷录了像，还私自发给了行业自媒体。废物！我让你盯紧的，这就是你盯的结果。哼，好的很，想靠一个视频就翻身，马上给我约孙有福。我要在行业的座谈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这段视频变成陆承舟及其设计的骗局。苏总，我们的事情彻底爆了，现在全行业都在讨论陆先生复出的事情。秦世瑶那边什么反应？我们的人说他办公室灯一直亮着，沈曼进出办公室好几趟了，估计气得不轻。要的就是他生气，这人一生气就错的越多。座谈会那边安排的怎么样了？都安排好了，但刚收到风声，秦氏好像又给孙有福一大笔钱，好像还给他儿子安排了工作。看来这秦世瑶是打算在座谈会上用证人彻底泼脏水了。视频越火，他越要证明陆沉舟是骗子。进。我把当年残缺手稿的电子备份找到了，残缺的那几页正好可以证明星空的配方不完整。来得正好，这是我们在座谈会上反击的关键。但秦世瑶收买了孙有福，他可能会在现场指认你当年的手稿是抄袭或伪造。我需要一个机会，在孙有福开口之前来证明这份手稿的真实性。我有一个办法，但是需要你配合演场戏。孙师傅，座谈会上该怎么说，你可都记住了？记住了。就说3年前亲眼看见陆沉舟偷看秦氏的研发资料，还试图贿赂我，替他隐瞒。很好，非常好。这事儿成了，你儿子进秦氏的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但如果你要敢说错一个字儿，你儿子进秦氏的事情，以及你这些年干的那些肮脏之事儿，我可就帮不了你了。请秦总放心，我一定办好。陆先生，
最近你的品酒视频很火，正好今天大家伙儿都在，不如借此机会分享一下你的成功心得。既然秦总让我品鉴，那我就实话实说了，这杯酒缺了最关键的东西。哦，缺什么？缺底气。你一个抄袭的人有什么资格说这话？我3年前亲眼看见你偷看秦总的研发资料。曾师傅，你说的时间是3年前10月18号的晚上吧？你说你在东城研发部看到我的，对吗？没错。放证据。时间对不上。曾师傅，你收钱做伪证的时候没算过时间差？顺便说一下，孙有福儿子的账户昨天进账50万，汇款方是秦氏集团的关联公司。需要看银行流水吗？各位，今天因为有些意外，这个座谈会暂时就……秦总，酒可以偷，时间偷不了，真相也偷不了。座谈会的事儿，各位都看到了。所以，我们要在一个更大、绝对公平的舞台上，把丢掉的东西连本带利的拿回来。举办首届金樽杯全国的品酒大赛。秦总，这个时候举办全国性的大赛，舆论会不会？正是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才要办，我们要向全行业的证明，秦氏有底气接受所有的挑战，我们更有实力。最重要的是，我要亲自给陆沉舟发一封邀请战书，一较高下。秦总高明，在绝对的关注度和权威评审面前，相信座谈会的那点小风波很快就会被盖过去。而且，如果陆沉舟他不敢应战，那就是心虚；如果他敢来，在全新的赛制下，他未必能再次侥幸。不是未必，是不可能。秦氏刚刚正式发布了金樽杯大赛的公告，声势浩大，这份特邀挑战函就是秦氏要以个人以及组委会的名义指名道姓发给陆先生的。他这是要搭建一个最大的舞台，逼我上去，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我彻底的打下去。评委阵容几乎囊括了国内所有权威，赛制设计的也非常严格，的确是个公平的陷阱。你如果拒绝，他们会说你畏战，之前的翻身仗白打。你如果接受，压力会空前巨大，而且他们肯定会在赛制和对手安排上做手脚。他说的没错，传奇就是应该回归到最大的舞台。你有把握？这次可和私下的小型品酒会完全不同。没有十足的把握，但这是结束一切最快的方式，在最大的舞台上赢他一次，所有污蔑、谣言都会烟消云散。好，那就应战。但是我们要把主动权拿回来。林威，以陆沉舟和沉舟酒坊的名义高调接受挑战，同时我们主动提议增加一个环节，古法复原盲品，从古籍中随机抽取失传的古酒方，限时复原并品鉴。沉舟，这是你的绝对领域，也是秦世尧那种
靠资本堆砌出来的创新，完全不擅长的。好主意。好，我马上去办。不过苏总，秦上的宣传已正式启动，舆论正在被引导，很多人都等着看陆先生是否会应战，以及能否再次创造奇迹。听到了吗？全行业都在看着。这次不是复仇，是证明。陈舟，你准备好了吗？3年前我错过了，3年后我绝对不会再错过任何一场该打的仗。南教笔记补遗：以陈年教泥封坛，埋于老桂树下，吸三秋桂子之气，起坛时久带冷桂香，名曰含香清。这是你第3次尝试复原含香清 ，C 组3号杯。错了，桂花太香，盖住了酒骨，窖泥里的土腥气也没处理好，混在一起，像廉价的香水。记录的第3次失败，问题是香气分离，融合度不足。你现在在用现代调香的思路去解一道古法自然的题。吸三秋桂子之气，重点在吸，不是泡。陈舟，你太心急了。我能分辨出至少7种现代香精模拟的桂花味，但古籍里说的那种长在树上被秋露浸泡过的活桂花，我好像抓不住它的魂了。是你背负的东西太多了，复仇、证明，还有对我的承诺。你试着把这些都放下，只当自己还是3年前那个一心只想解开酒谜的那个陆沉舟。只是当解谜。我们一直想的是用酒去吸桂花，但如果反过来呢？先用微量窖泥水初步浸泡，软化桂花，锁住它的生气，再让这带有桂花精魂的泥水去和基酒基缓和的融合。不是浸泡，是引导。桂花不是浮在表面，是从酒骨里隐隐透出来的含香。每次解出一个古方，都像隔着时空和一位素未谋面的老先生对话。那也是你天分够，才能听懂他们的话。就像我花了3年才能听懂你的话一样。那时候我没有别的语言可以选择。我知道，我现在都知道了。所以陆沉舟，
等这一切结束了，我们把酒厂的老槐树埋在到新的地方吧，让它看着我们重新开始。好，这一次我绝不会松手。秦总，陆沉舟的恢复进度比我们预期的都要快。根据我们观察，他已经达到了3年前的70%水平。70%？ 70%足以让他在全国大赛上制造麻烦了。哎，小曼，你觉得苏婉看上他什么了？就凭这点调酒的手艺？秦总，我不评价任何私人感情。那你评价评价我呗。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你觉得我比陆沉舟输在哪儿了？秦总的商业头脑和手段自然是无人能及。那你为什么不用看陆沉舟的眼神看我呢？秦总，现在最重要的是全国大赛，我们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准备好了。要做就要做绝。还有，他妹妹那边的安保问题要加强。比赛前一天，让疗养院给他做一次全面的体检，结果嘛，要让人担心一点。明白。我要让陆沉舟在全国的直播赛场上输掉的不仅仅是比赛，还要输掉尊严。看，天才的直觉总是这么敏锐。可惜啊，直觉也救不了他。需要加强对训练室的监控吗？不用了，游戏要公平一点才有意思。小曼，你最近好像瘦了，难道压力很大？没有。明天晚上陪我吃一顿晚饭。我知道有一家新开的法国餐厅不错，我觉得你穿那条红色的裙子最好看。明天还有商务会谈，我会穿正装。什么情况？耶！算了，这怎么还来人呢？下次走来。徐医生，3年前天悦酒店1708房，秦世瑶让你送那瓶维生素，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是当时你给陆先生看病后的电话录音，声音对比过了，是你。这是你儿子收到秦世瑶转账的记录，正好是赛后1周。他说只是想让陆先生好好睡一觉，又不影响健康。但这样导致他整个味觉丧失，毁他整个职业生涯和人生，这是故意伤害。唉，这里是我偷偷录的音，还有我药物分析的备份，拿去吧，我只想让我的家人平安。我们会暂时安排你和你家人离开，但是在必要的时候，我让你站出来说真话。秦总，刚确认，徐医生今晚见了苏婉的助理林薇，之后就联系不上了。废物，他手里就不该留任何的东西。是，已经派人去他家和他所有可能藏身的地方找了。给我找，死要见人，活要见尸，最好是把东西给我拿回来，手脚干净点儿。我调不出来，什么血泊，什么古籍，都是骗人的。我根本不行啊！林薇找到了，找到当年给你下药的医生，证据确凿。
录音、笔记、转账记录都在我们手里，所以你在这儿向这些酒发脾气，是在向谁认输？难喝，但不是你的技术问题，是你心乱了。医生找到了，证据齐了，你的清白我替你拿，但你自己的荣耀，你要自己去赛场上取啊！冰刃和温玉不该是同一种酒。想明白了就继续，我陪你。好，各位，为了增加本次大赛的悬念与趣味性，我决定临时为调和环节增加一条新的规则：搭档双方必须共同完成酒体的设计，也就是说，非专业的那位必须要做出明确的计划，要影响最终风味的方案，否则本环节为0分。苏总，您是投资人，现在换人还来得及，可别让我们的陆晨舟再输一次。秦总这规矩加得好啊，正好让大家都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合作。陈舟，开始吧。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这3种选骨架，用中间这款5年的做基底，但不是只用它，取它7分做基底，再勾兑右边这瓶8年的3分，用8年的醇厚去补5年的单薄，但要用5年的锐气去破8年的沉默，这样出来的骨架才有筋骨，也有血肉。第2步，确定风格走向，尾韵要劲还是绵？破，不要纯粹的劲，也不要过分的绵，要有一种撕开厚重后豁然开朗的木酥感。这个敢不敢试试？量多1分则夺主，少1分则无用。骨架分明，骨架挺拔，风味层次分明，尾韵那一缕破开的爽利感，真是点睛之笔。这结构设计非常高明。结构是不错，但是苏总毕竟是个外行，这主意真的是他自己想的？该不会是我们陆选手提前就把这个……秦总是怀疑我？还是怀疑在场所有的评委？这杯酒的骨架比例、风格取向，甚至是调味酒的用量，都是我口述，陈舟执行。怎么，需要我现场把设计思路拆解给各位听一下？他不仅能说，还能做，没有他的决策，这杯木酥根本就不存在。这1分是他拿的。精彩，真的很精彩啊！那我也希望我们的陆选手在接下来的更考验你专业技能的时候，在盲品环节还能保持住这样的好运。哼！接下来是盲品环节，这10杯酒
来自5个不同省份的酒厂，涵盖了3种主流香型，年度跨越了20年。选手需要准确地写出每杯酒的具体产地、香型、年份以及核心工艺特点，错一项都视为失败。陈州，现在退赛还来得及。开始吧。酒橙单量浓香。酒橙单量浓香，2016年中段曲酒，沉香明显带酵果味。怀橙酱香，2012年7轮萃取酒，焦糊香纯正，尾段微苦。阳橙清香，标注因为2018年，但实际酒体醇厚度不够，青稞香气有断层，更像是2020年的新酒，应该是用特殊工艺仿了陈改。恭喜陆沉舟满分夺冠。酒会说真话，你说呢，丁总？你也别得意的太早，我俩的事儿没完，随时奉陪。今天你说出第7杯酒有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3年前你也能像今天这样，把什么都告诉我，该有多好。3年前，那个时候，我以为独自扛下所有叫保护。那现在呢？现在才知道，那叫愚蠢。有些事，2个人一起扛，才叫分担。这些年，你一个人很累吧？我陆沉舟在此发誓，从今往后，我的所有选择，无论好的、坏的、难的、险的，都与你并肩。你的后背交给我，我的后背也交给你。生路我们一起闯，绝路我们也一起走。准了。马上找人举报沉舟酒坊，原料以次充好，生产卫生不达标。证据呢？哼，证据，找之前断供的经销商写封举报信，再买通一个他们车间离职的员工。天亮前，我要看到市场监管局的人去查封他们。那自媒体那边，同步发布通稿，新科冠军黑心作坊，标题要狠。再找一批水军，把话题给我刷上去。陆沉舟刚刚夺冠，现在举报他，会不会有点太明显？哼，我要的就是明显，我要让他刚爬上山顶，就掉进泥里。明白。等等，再找几个人去他们合作的物流点检查检查，我要让他们的货一瓶都发不出去。明白了。苏总，出事了！有人指控我们使用霉变材料，生产卫生不达标。更糟糕的是，有3家物流公司刚刚通知要暂缓接收我们的货物。秦世尧动手了，比我想象的快。既然他出手了，那我们也不必再等了。
我们就让他当着全国同行的面谈谈，什么是真正的黑心。证据呢？徐医生的全套证词，还有录音。对的，你把那批处理掉的霉变高粱，说是卖给了陈州酒坊，做干净点，不要留下破绽。这是林薇昨晚刚拿到的，虽然不能直接定死秦世瑶，但也足够在台上引爆质疑了。但主办方不会轻易让我们在那种场合。我们要做的不是请求发言，而是制造一个他不得不面对，而所有人都在等待解释的局面。那就让大家一起看一看，到底是谁的酒干净，谁的酒脏喽。各位好，我是苏婉。今天不开发布会，不读声明，只用最传统也最真实的方式品酒，来回应最近所有针对陈州酒坊的质疑。左边3杯是我们被举报批次产出的3个不同阶段的酒样，清酒、3月陈、半年陈。右边3杯呢是3款市面上的主流产品，其中1杯呢是星空系列的基础款，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是刚蒸馏出来的新酒，68度，香气呢是纯粹的高粱良香，略带生凉气息，这是正常现象。尝一口，入口爆辣，但辣得干净，无邪杂味。这款酒香气很讨巧，有明显的花果香调，但这不是高粱酒自然发酵会产生的自然主体香气。入口绵和，但这是酸味剂和调味剂共同营造的假象，中段香气断层，尾调有不该出现的类似劣质酒精的勾兑后的刺喉感。我们并非指责任何产品，只是陈述客观品鉴感受。接下来对比存放3个月后的酒体变化。时间是最好的检验，我们的酒存放半年后，爆辣感已转化为醇厚、良香、酵香、沉香开始的复合香型的层次，这才是白酒自然陈放应有的轨迹，不靠任何添加剂，不靠任何速成的工艺，只靠它的时间和耐心。清者自清，但我们更愿意主动让所有人看清。陈州酒坊接受一切基于事实的监督，但绝不接受无端的诋毁。这就是你定的局面啊！让他们当着100万人的面把我的酒踩得一文不值。我养你们这群人都是吃干饭的。直播平台审核合格，我们的人来不及干涉，舆论足以启动反制预案，3个小时内。3个小时？3个小时足够把我的脸踩烂100次。听着，我没有心情听你们那些没有用的预案，我要的是他们彻底的消失。陈州酒坊的高粱是从南城的南粮业进的吧？是，3年独家协议，是他们7成的产量。你亲自去趟南城，明天就去，告诉那个姓赵的老板，他未来2年的高粱酒我全要了，价格嘛随便他开，违约金我来赔，但我只有一个要求，立刻马上断了陈州酒坊的粮。秦总，这个代价？我现在付出的代价还小吗？他女儿不是在澳洲开公司吗？他儿子不是特别想进我们秦氏吗？你知道的该怎么做，
是要合作，还是要我亲手把他那点家业给他捏碎了，让他自己选？明白了。滚出去，把身上弄干净点儿，看着就碍眼。陈曼，你最好别让我失望。别忘了，你能够有今天是因为谁？还有，你那些个不干不净的过去，除了我，没有人替你兜着。秦世瑶，既然你要我断他们梁，我就去。但怎么断，或许就不是你说了算。效果比预期好。关于星空品质的讨论热度，已经压过之前的举报谣言了。我只是说了实话。实话才最伤人，尤其是像秦世瑶那种靠华丽包装出来的东西。但他不会罢休的。我知道，他下一步会更直接。静。刚接到消息，秦世瑶他派人去接触我们那个最大的高粱供应商了，开价很高。哼，断我们原料，他也就这点手段了。看来你说的话戳到他的肺管子了。那供应商那边……放心，我有办法。欢迎各位同仁，今天我们不仅要探讨行业的未来，更要树立真正的标杆。为此，我特别临时提议增加一个特别的环节——挑战标杆。我们将会在现场随机的抽取一款酒样，邀请一位有争议但是备受关注的同行，现场进行盲酒解析，并且接受我们所有专家的质询。如果出现了重大的失误，那它恐怕就不能称之为标杆了。大家说公不公平？随机？鬼才信！准备好了？3、2、1，开始！恭喜陆沉舟选手抽中了7号。这款酒据说很有意思。接下来就开始你的盲品解析，限时5分钟。这杯酒我品不了。怎么，陆大师，这是怕了，还是根本就品不出？不是怕，是没必要。这杯酒被添加了超出正常范围10倍以上的己酸乙酯和丙酸乙酯，有人想用工业香精掩盖它原本的工艺缺陷，顺便干扰品鉴者的判断。秦总，您说这样的酒该品吗？不可能，无凭无据的。是不是做个快速检测我们就知道了？我要求立即封存此酒样，立刻进行检验。沈曼，7号杯的酒是你安排人准备的吧？秦总的意思，酒样来自他的私人酒窖，我只是执行。你明明可以做得更绝，比如加些让他失态的东西。可是为什么你只是加入了过量的香精？云城的事我没办成，
蓝良酒业的赵老板，他坚持履行和你们的合作。这件事，秦总现在还不知道。沈曼，你究竟在想什么？秦总，若久仰真被动了手脚，性质恶劣，我建议立即封城，现场检测。即便是久仰出了问题，也改变不了某些企业根基不稳，出现了大的问题。那就比如说，据我所知，有些酒坊的原料供应最近就出现了大问题。秦总说的原料问题，是指我们和南良业新签订的为期5年、价格优惠的独家战略供应合同吗？来，把这份合同拿上去给秦总看一看。这不可能！赵玉他明明就跟我……哼，合同都可以伪造，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巧了。南良业的赵总刚刚发来祝贺视频，并确认了合同真实有效。要我现场播放给大家看看吗，林总？秦总，关于7号酒样以及你方才对陈州酒坊原料的不实指控，你是否需要给在座所有人一个解释？好，很好，你们真的是好手段。陆晨舟，别以为你就赢了，别忘了你妹妹在疗养院的全部资料还在我的手中。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秦世尧，你敢动我妹妹一根头发试试？哼，我保证你失去的绝对不止现在这些，我会让你后悔。秦世尧，你是想体面的下台，还是想让我把那晚和徐医生的录音放给全场听？抱歉各位，因本人身体不适，暂时就先行一步，接下来的会议就由王副会长代为主持。秦总，请留步。我这里有你助理沈曼发给我的关于你这几年来非法勾当的证据，你要不要一起来核实一下？你这个贱人，居然拿我的真心去喂狗了！哼！秦总，今天你估计走不了了，执法队马上就到。我偏要走！秦世尧，你因不正当手段进行商业竞争，跟我走一趟！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告诉我！喂？什么？我们马上到。陆晨舟、苏婉，你们的故事始于一杯酒，历经风雨，今天在这酒香之地结为连理。往后余生，愿你们如同这陈年佳酿，愈久愈醇愈香。婉婉，这杯酒不是忘川，也不是木苏，那是什么？它叫余生，用我们重逢那天酒坊里最老的基酒调成。过去已沉淀，未来正芬芳。昨晚我陆晨舟此生幸得你回头，幸得你并肩。往后余生，我请求你和我一起慢慢品。陆晨舟，我原本以为我要用余生去恨，去证明。谢谢你，教会我怎么去爱，去品味。
余生请多指教。慢点儿，当心。念琛啊，今天很乖的。来，这有一个这个。这什么？这是平安锁，愿你们母子平安。我的一切都是拜你们所赐，既然我都完了，那我们就一起死吧！嘿，躲开！